2026年8月，中國河北的海濱小城北戴河又一次進入了它一年當中最微妙的季節。8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出現在那裡。按照慣例看望暑期休假的專家，新華社的通稿寫得平淡無奇，200多個字，沒有任何波瀾。可就是這樣一則通稿，在接下來的72小時裡，被海外的中文輿論場拆解出了幾十種截然不同的解讀。有人從陪同名單裡發現，按往年慣例應該出面的國務委員陳怡琴不見了，換成了國務院秘書長吳政隆，於是斷定習家軍內部正在出現新一輪的塌方。有人從蔡奇的站位、表情、握手的姿勢裡讀出了權力的位移，也有人平靜地說，這不過是一場開了20多年的例行公事，什麼都證明不了。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這件事情本身，因為最近這段時間圍繞着一個問題，網絡上出現了2種完全相反的結論。這個問題是，習近平會在2027年的中共21大上連任嗎？一種結論說會，而且幾乎是必然。理由是黨章從來沒有給總書記設過任期上限，2018年修憲，又拿掉了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接班人一個都沒有培養出來，制度上、人事上、心理上，習近平都沒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另一種結論說不會，而且他可能連21大都撐不到。理由是原本7個人的中央軍委，如今只剩下2個人還站着，軍中的清洗已經從將領一路燒到了軍委副主席，黨媒的措辭出現了微妙的降格，種種跡象顯示，那個曾經定於一尊的人正在失去他最要緊的東西。這2種結論各自都有一整套自洽的證據鏈，各自都有言之凿凿的爆料人，各自都能在海外中文圈找到数以百萬計的支持者，而他們在同一個星期、同一個平台，有時候甚至在同一個頻道的上下集裡並排出現。這不是資訊不足造成的分歧，這是資訊過剩造成的分歧。而在這2套結論的碰撞地帶，還藏着一個更尖銳、更容易讓人腎上腺素飆升的問題。這個問題是，胡錦濤掌握了軍權嗎？那個在2022年10月的中共20大閉幕會上，當着全世界記者的鏡頭被人從主席台上架走的83歲老人，那個離場前伸手拍了拍習近平肩膀的老人，他真的在4年之後重新拿回了那支軍隊嗎？今天我們不選邊站，我們要做的是另一件事，把這2台結論生產機器拆開，看看裡面到底裝了什麼零件，哪些零件是硬事實，哪些零件是合理推論，哪些零件是純粹的填空。在開始之前，我們先把時間坐標盯死，因為這件事情上最容易錯亂的就是時間。按照中共的政治周期，全国代表大會5年一届，2022年10月開的是20大，那麼21大的時間點就落在2027年的秋天。我們現在站在2026年的8月，距離那場大會還有1年多一點。在這1年多的時間裡，有幾個節點是排定的。第一個是2026年10月的中共20屆5中全會，這場會議在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已經正式官宣。第二個是2026年秋天開始的省级党委換届，這是21大中央委員名單浮出水面的第一道水位線。第三個是2027年3月的兩會，第四個是2027年夏天的北戴河，然後才是21大。也就是说，我們現在討論的所有東西都不是結論，而是預測。任何人告訴你他已經知道答案了，他要麼掌握了地球上極少數人才有的內部管道，要麼就是在賣一個他自己也沒有把握的故事。好，坐標定完了，我們先看第一台機器，主張習近平必然連任的這一派，他們的邏輯起點不是猜測，而是制度。中共黨章對總書記的任期從來沒有規定過上限，這一點很多人不知道。真正有任期限制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国家主席，憲法規定連續任職不得超過2屆。而在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修憲，把這一條刪掉了。從那一刻起，習近平手上的3個核心職務，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在法律文本層面全部解除了天花板，制度的门已經拆掉了。那麼剩下的問題就只有一個，他想不想走出去？而连任派給出的第二個理由是，他走不出去。觀察中共的權力交接，
有一個非常樸素的指標，那就是接班人在哪裡。按照鄧小平之後形成的隔代指定慣例，一個要在下屆卸任的最高領導人，通常會在再上一屆就把接班人送進政治局常委會，讓他在最高權力圈裡待滿5年，熟悉全局，累積資歷，建立班底。江澤民時代的胡錦濤是這樣，胡錦濤時代的習近平也是這樣。可是到了2026年的今天，現任的7名政治局常委當中，除了丁薛祥出生於1962年之外，其餘6人全部出生於1950年代。到2032年22大的時候，這6個人普遍會是75歲上下，連丁薛祥都已經70歲。而24人的政治局裡，最年輕的4位也只是1964年出生。一個1970年代出生，能夠承擔起未來20年的接班人，到現在為止，在最高權力圈裡連影子都没有。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員沈明世就直接點出過這個結構性問題。理論上，接班人應該在習近平卸任的前一屆就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但直到現在都沒有。他還補充了一句很現實的話，如果習近平的身體狀況出了問題，或者臨時因為意外而病故，這對政權的風險其實是很高的。沒有接班人，就沒有替代方案，沒有替代方案，退休就不是一個選項，而是一場豪賭。連任派的第3個理由是退休的成本。對一個統治了14年、清洗過大量高階官員，在黨內軍內結下無數梁子的人來說，交出權力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他和他的家族將失去唯一的護身符。中共的歷史上，主動交權而能全身而退的人少之又少，而被清算的先例太多了。這不是道德判斷，這是風險計算。美國幾家主要智庫在這個問題上的判斷其實出奇的一致。中國領導人觀察這類長期追蹤中共高層的專業刊物，在2025年底就寫得很明白，21大將延續習近平的領導，他將進入第4個任期。至於近年來廣泛流傳的他會被迫辭職的傳言，該刊的判斷是，這種情況極不可能發生，因為目前看不到對他的領導構成嚴重挑戰的力量。外交學者、紐約時報、布魯金斯學會這些機構的主流分析也指向同一個方向。2027年21大習近平開啟第4任期是最可能的劇本，接班問題大概率被推遲到2032年之後處理。台灣學者蔡文軒的說法更直白，他在分析胡錦濤安排接班人的傳言時，逐條反駁。胡錦濤現在身體不好，在擔任國家主席的時候都被江澤民的勢力排擠到無能為力，卸任之後又怎麼可能有影響力讓習近平下台？他的結論是，習近平的權力鞏固也沒有挑戰勢力，只要健康沒有問題，執政到2032年也不是沒可能。而連任派還有一個很少被提到卻相當有說服力的論點，那就是中共自身的歷史模式。我們回頭看毛澤東，從1956年開始，他把大量的日常事務下放給其他政治局常委，自己看起来退到了2線。可是有2個職務他一天都沒有放手，黨的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再看鄧小平，1980年代黨務和政務的日常運作交給胡耀邦和趙紫陽，而他自己保留的是中央軍委主席。也就是說，中共最高权力的2位塑造者，在他们晚年設計自己位置的時候，選擇的都是同一個公式：事務可以放，槍不能放。而中國領導人觀察在分析21大的時候，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推論：習近平可能會走一條類似毛澤東的路，也就是把更多的日常責任分配出去，自己保留最核心的名分和軍權。但這篇分析同時提醒，習近平本人非常清楚，這種結構曾經給毛和鄧帶來過什麼樣的政治麻煩。毛澤東退居2線的結果是什麼？是他在1966年不得不用一場更大的動亂重新奪回控制權。鄧小平那套元老體制的結果是什麼？是1989年的政治危機當中，一位沒有正式職務的老人不得不親自出面拍板。所以連任派的推論是，習近平會盡可能避免任何形式的2線化，因為在中共的歷史經驗裡，2線就是危險的開始。這篇分析最後留下的那句話，其實是整個問題的核心。最高權力的接班是中共政治體制內在的一個制度陷阱，它對21大的習近平和他的政權構成了一個真正嚴峻的挑戰。不是因為他會下台，而是因為他不下台，
這個陷阱就永遠在那裡。最後，連任派還有一張牌，就是10月的五中全會。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定下了五中全會的主要議程，研究持之以恆推進全面从严治黨若干重大問題。這個議題設定在中共歷史上是罕見的。過去的五中全會通常是討論5年規劃這種經濟議題，把全面從嚴治黨當成核心議程，等於是在大會前1年把黨內紀律和忠誠問題推到最前面。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援引分析人士的推測就說，這應該是在為明年21大習近平連任總書記鋪路。香港明報甚至預估，五中全會上可能有多達30人左右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規模堪稱史無前例。在連任派的解讀框架裡，這一切都指向同一件事，一場為換屆而做的最後大掃除。掃完之後，一個乾淨的、順從的、不會出現任何雜音的中央委員會將在2027年的秋天舉手通過第4任期。這一整套邏輯說服力其實是很強的，它建立在制度文本、人事結構、風險計算和專業機構的長期觀察之上，每一環都可以查證，每一環都不需要依賴任何內部消息。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人堅定地相信相反的結論？因為第二台機器裡裝的是另一批同樣硬的事實。我們先看数字，2022年20大產生的中央軍委一共7個人，軍委主席習近平，2位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和何衛東，4位軍委委員李尚福、劉振立、苗華、張生民。到了2026年的今天，這7個人裡面，李尚福落馬了，苗華落馬了，何衛東落馬了，張又俠落馬了，劉振立落馬了。7個人的軍委，5個人出局，剩下的只有軍委主席習近平和在2025年10月4中全會上遞補為軍委副主席的張生民。這個數字本身就是一個極端事件，放在中共建政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這都不是正常的人事更替，這是結構性的崩塌，而崩塌的節奏也值得注意。李尚福是2023年，苗華是2024年，何衛東是2025年，張又俠和劉振立是2026年1月24日。也就是說，這不是一次性的大掃除，而是連續4年，每年都在往上燒的一條火線，而且燒到最後，燒的是軍委副主席這個級別。軍委副主席在中共的權力體系裡是什麼概念？那是现役將領能夠擔任的最高軍職，是軍委主席之下軍隊的實際主持者。整個改革開放以來，被查辦的軍委副主席一共只有徐才厚、郭伯雄、何衛東、張又俠這幾個人，而後2位都發生在最近2年，而軍委只是塔尖。往下看，這場清洗的規模更加驚人。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火箭軍高層幾乎被整體清零，2任國防部長先後出事。有智庫統計，20大以來被清洗或者悄然消失的上將接近47人，中高級軍官超過100人。2年多的時間裡，大約有36名解放軍級的全國人大代表被罷免，其中上將級別高達16人。2026年2會前夕的那一波尤其刺眼，9個人一次性出局，橫跨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信息支援部隊等各個軍種，解放軍代表團人数銳減到243人，創下近年新低。而這9個人裡面有一個名字讓所有觀察者都坐直了身體，第73集團軍軍長丁來富。第73集團軍長期駐紮在福建廈門一帶，是對台作戰的第一線部隊，在2會之前把前線部隊的軍長拿掉，這在任何一支正常運作的軍隊裡都是不可思議的動作。而有內部消息說，張又俠案引發的政治連坐已經波及數百名中高層官兵，當實戰派將領成批出局，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忠誠審查。這意味着什麼？北京的觀察人士給出的判斷相當沉重，這支軍隊正在從一個強調專業分工的現代作戰體系萎縮成一個以個人忠誠為核心的政治服從組織。還有一個細節被反復提起，自2025年11月起，習近平長時間沒有離開北京，甚至破例取消了過年下部隊慰問的慣例，而過年下部隊是他上台14年來幾乎從未間斷的動作。不連任派抓住的第2個點是罪名。解放軍報在張又俠案的社論裡用的表述是，
張又俠等嚴重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這5個字，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在中共的政治語言裡是有特殊分量的。它和貪腐不一樣，貪腐是經濟問題，是道德問題，而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指向的是軍事統帥權本身，指向的是誰在指揮這支軍隊。當官方文本用這個罪名去定性一位軍委副主席的時候，等於是承認了一件事，在此之前的某段时間裡，這支軍队的指揮鏈條上出現過不服從。台灣國防部下屬研究機構的分析報告專門處理過這個問題，而聯合新聞網在2026年1月26日也報道了這條社論。這不是海外爆料，這是官方自己說的。第3個點是空缺，政治局本應是24人，因為何衛東、張又俠、馬興瑞的落馬，缺了3個，中央軍委缺了5個軍委委員，而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空缺一直沒有補上。張生民在2025年10月遞補為軍委副主席，但沒有進入政治局。董軍在2023年12月接替李尚福出任國防部長，可是直到2026年，他既沒有按慣例升任國務委員，也沒有進入中央軍委。這在中共的制度慣例裡是不正常的。國防部長不進軍委，等於是一個被架空的職務。有接近中共體制內的消息說，中央軍委已經處於半癱瘓狀態，上面下達的文件，下面沒有人敢簽字。這個說法無法獨立核實，但它和公開可見的人事空缺是能夠對得上的。第4個點是語言的降格，這一項最細微，卻也最讓分析者興奮。有海外評論者比對了中共書記處連續幾年的工作報告措辭，2024年的表述裡有主動、認真、有效這類形容詞，到了2026年，這些詞逐一消失，只剩下貫徹了中央決定、積極履行職責、完成了大量工作這樣的平鋪直敘。書記處在名義上由習近平總負責，蔡奇擔任第一書記。那麼措辭的降格究竟是在批評蔡奇的執行，還是在批評更高的那個人？同樣被反覆援引的還有另一個例子。2025年5月，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對“15+5”規劃編制的指示，其中出現了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這一組表述，而這一組表述正是胡錦濤執政10年間的標配用語，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基本上從黨媒消失了13年。日經亞洲的評論文章就在這裡做文章，指出胡錦濤這句臨別贈言與習近平的強人領導風格格格不入，一個被鬥爭過的人的口號重新出現，是否意味着黨內權力體系發生了某種變化？第5個點是體感。習近平在2025年5月和6月的短暫神隱，貼身警衛數量的變化，一些重要場合的缺席，2026年8·1建軍節軍頭集體缺席的意向，這些東西單獨看都不能證明什麼，可是疊在一起就構成了一種氛圍。再加上經濟的通縮和債務螺旋、房地產危機、青年失業、外部環境的結構性惡化，2026年上半年被立案的省部級以上幹部有50人，被處分的有74人，两项數字都創下20大以來的新高。於是不連任派的結論成型了，一個統治者需要用如此高頻率、如此高層級的清洗來維持秩序，本身就說明秩序已經不穩。真正穩固的權力是不需要每年都殺人的。好，2台機器都拆完了，現在我們來面對那個最核心也最容易被誤導的問題：胡錦濤掌握了軍權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弄清楚這個說法是從哪裡長出來的，因为它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它有一條清晰的演化路徑。種子種在2022年10月22日，中共20大閉幕會，3項人事選舉投票結束，媒體進場，主席台上，胡錦濤正在翻看桌上的文件，第一頁是監票人名單，下面壓着關於黨章修正案的決議和關於19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然後在習近平的示意之下，工作人員上前把這位前任總書記帶離了會場。那個畫面在幾個小時之內傳遍全世界，而他之所以擁有如此驚人的傳播力，不只是因為戲劇性，更是因為他留下了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人的大腦對沒有結局的故事是無法容忍的。一個老人在全世界面前被羞辱，然後呢？沒有然後。官方的解釋是身體不適，沒有調查，沒有回應，沒有任何後續，這個空白就掛在那裡，掛了整整4年。
而所有的傳言都是往這個空白裡填東西。第一次大規模的填空發生在2025年2月，海外獨立時評人蔡勝坤在社交平台和影音平台上透露，他的朋友告訴他，習近平已經沒有什麼真正大權，中共權力被推舉出來的3個1942年出生的老人過渡。他隨後點名這3個老人是胡錦濤、溫家寶和胡德平。而在同一段爆料裡，他還說了另一句話，軍權在張又俠手裡，習的軍委主席只是掛個名號。請大家記住這句話，因為它非常重要，我們待會兒還要回來。第二次填空發生在2025年5月，就是我們剛才說的胡錦濤時代的口號在黨媒上重現。第三次填空發生在2026年7月31日，那一天，一張微博截圖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瘋傳。截圖顯示，鳳凰衛視的一位前總監在微博上發文，說一位前領導人，包括夫人 LYQ、HHF 晚餐時食物中毒，盡力搶救，4點的時候走了。網友根據英文縮寫推測，指的是胡錦濤、他的夫人劉永清和兒子胡海峰。這則消息在幾個小時之內傳遍了整個海外中文圈，有人立刻聯想到李克強，有人說當年這位爆料人比官方早20天發出江澤民的死訊，氣氛一度非常凝重。然後核查來了，大紀元的評論作者岳山查證後指出，該爆料人的微博上並沒有這條貼文，而且那張截圖疑似造假。X 平台上也有用戶指出，該爆料人當天發的是關於伊朗的訊息，根本沒有發過任何有關胡錦濤的內容。到今天為止，這則消息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獨立來源的證實。而最值得玩味的是時機，這則謠言出現的日子是中共官宣5中全會召開時間之後的第2天。好，路徑梳理完了，現在我們來做核查。第一，胡錦濤本人的狀態。胡錦濤出生於1942年12月到2026年8月，他83歲。他最後一次公開活動是在2026年3月，出席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的葬禮。而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在3月11日宋平遺體火化期間，胡錦濤並沒有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送別，只是致送花圈表示哀悼。一個連八寶山都去不了，只能送花圈的83歲老人，這是公開可查的事實。第二，胡錦濤手上有什麼職務？答案是0，而且這個0是他自己選的，也是中共歷史上唯一的一次。2012年11月的中共18大，胡錦濤同時交出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個職務，隔年3月又交出國家主席，一次交乾淨，一個都沒留。這在當時被稱為裸退。習近平剛上任時還專門公開稱讚過這件事，說胡錦濤同志帶頭退出黨中央領導崗位，體現了崇高品德和高風亮節。那麼問題來了，一個在2012年就把所有職務交乾淨的人，在2026年憑什麼指揮軍队？第三，我們來看中共的軍權到底是怎麼運作的，這一段才是真正的關鍵。中共軍隊的最高原則叫做黨指揮槍，而它在制度上的落點叫做軍委主席負責制。這個東西不是憑空來的，它有一條可以追溯到1927年的路徑。那一年，毛澤東對工農革命軍進行3灣改編，把黨支部建在連上，從組織結構上重塑軍隊。1929年的古田會議進一步明定黨組織對軍隊的集體領導體制。這套設計的核心目的只有一個，杜絕兵隨將走。在傳統的中國軍隊裡，士兵忠於將領，将領倒戈，全軍跟着倒戈。而支部建在连上之後，忠誠的傳導路徑被改變了，士兵忠於的是黨的組織系統，而不是他頭頂上那個人。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建政以來，解放軍幾乎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成建制反叛。而這套系統演化到今天，指揮權高度集中在一個節點上。2016年，解放軍取消7大軍區，改設5大戰區，同時組建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同年4月21日，習近平首次以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總指揮的身份視導該中心。從那時起，解放軍所有的軍令下達與部隊調度，理論上都出自那一個中心。現在我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在這樣一套制度裡，一個沒有職務的人能掌握軍權嗎？他沒有辦公室，他沒有機要通道，
他不在任何一條軍令鏈路的節點上，他不能簽署任何一份調動命令，他不能任免任何一名將領，他甚至不能合法地閱讀任何一份軍事文件。而更關鍵的是，胡錦濤本人恰恰是這套邏輯最深刻的親身經歷者。2002年的中共16大，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可是江澤民留任了中央軍委主席，一直留到2004年9月才交出来。那2年是什麼滋味？胡錦濤比地球上任何人都清楚。名義上他是黨的總書記，實際上軍隊不聽他的。他當時面對的正是那個赤裸裸的道理：職務決定權力，沒有那個位子，你說什麼都不算數。一個親身承受過這種屈辱的人，一個在2012年主動把所有職務交乾淨，連一點餘地都沒給自己留的人，一個在2022年當着全世界的面被架走都沒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一個在2026年連八寶山都去不了的83歲老人。可是講到這裡，一定會有人提出一個很有力的反問：中共不是有老人干政的傳統嗎？鄧小平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他晚年身上什麼職務都沒有，不還是說了算嗎？這個反問問得非常好，而它恰恰是整件事情最關鍵的一把鑰匙。因為只要我們把鄧小平的例子拆開来看，就會發現他證明的東西和大家以為的完全相反。我們回到1987年，那一年的中共13大，鄧小平退出中央委員會，退出政治局常委會，看起来是全退了，可是他留下了一個東西，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他一直當到1989年11月才把這個位子交給江澤民。也就是說，在他影響力最大、最具決定性的那個階段，他手上是有職務的，而且正好就是軍隊那個職務。那麼1989年之後呢？他確實在1992年南巡的時候，還能對整個國家的政策方向產生決定性影響。可是請注意2件事。第一，那個時候他把軍委主席交出去才不到3年，整套軍隊人事系統幾乎全部是他親手安排的，他的餘威是有具體人脈支撐的。第二，1992年的中共政治還處在一個元老集體共治的結構裡，陳雲、楊尚昆、薄一波這一批人都還在，這是一個生態，不是一個人的能力。再看江澤民，2002年16大他交出總書記，可是同樣留任了中央軍委主席，一直留到2004年9月。那2年，中共出現了一個罕見的雙頭結構，胡錦濤是總書記，江澤民是軍委主席。而在這2年裡，真正被架空的是誰？是那位坐在總書記位子上的胡錦濤。看出來了嗎？中共歷史上每一次所謂的老人干政能夠成立，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位老人手上握着一個具體的可以簽字的職務，或者剛剛卸下這個職務不久，班底還完整的留在系統裡。而胡錦濤呢？他在2012年一次性交乾淨，到今天已經整整14年。這14年裡，他當年提拔的那一批人幾乎被清理殆盡。他曾經被視為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胡春華，在2022年的20大上被排除出政治局。共青團這條路徑在中共的人事系統裡幾乎已經被拆除。更重要的是，元老這個生態本身已經不存在了。2003年，胡錦濤上任之初就宣布廢除中央暑期在北戴河辦公的制度，中共中央也明確不再於北戴河公開發布政治決策。但在18大之前，退休的政治老人們在度假期間互相串門，交流感情，提點建議，甚至發牢騷。這個非正式的空間是真實存在的。18大之後，這個空間被系統性的壓縮，取消元老座談，宣傳人走茶涼，對北戴河度假實行嚴格管控。到了今天，所謂的北戴河會議，公開能看到的只剩下主管黨務的政治局常委去看望应邀度假的專家代表。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的牛奔對此有一個相當精準的判斷。他說，從歷史上看，這種閉門會議為在任和退休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就政策和人事問題進行非正式討論和協商的機會。但隨着權力日益集中在黨內和習近平手中，真正進行談判的空間已經縮小了。一個沒有職務的老人，一個沒有班底的老人，一個沒有議事平台的老人，一個83歲的老人。所以我們的結論是什麼？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份公開的可獨立查證的證據能夠支持胡錦濤掌握軍權這個說法。它在制度上不成立，在事實上沒有依據，
在中共自身的歷史先例裡找不到對應的模式，在當事人的個人經歷上也完全違背常理。但是我們的分析到這裡並沒有結束，因為接下來的問題才是最有意思的。既然這個說法這麼經不起推敲，為什麼它還是有那麼大的市场？先回到我們剛才請大家記住的那句話，2025年2月，蔡盛坤爆料的版本裡，軍權不在胡錦濤手裡，而在張又俠手裡。然後在2026年1月24日，張又俠被立案審查。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觀察窗口。當一個具體的預言被現實打臉之後，敘事並沒有崩塌，敘事只是換了一個主角。軍權從張又俠轉移到了胡錦濤，故事繼續運行，觀眾繼續買單。這揭示了一件事，這類敘事的生命力並不建立在它的準確性上。第一個原因是黑箱系統的資訊真空定律。中共的高層政治是一個徹底不透明的系統，人事变动不預告，健康狀況不公開，內部分歧不見報。而人的認知有一個特性，面對真空，它不會停留在不知道，它會自動填充。填充的材料來自哪裡？來自過往的經驗，來自情緒，來自我們希望是真的那個版本。2022年9月，20大召開前夕，中文社交媒體上曾經瘋傳北京發生政變，習近平被軟禁的消息，直到官媒播出他視察展覽的畫面才平息。而事後的合理解釋非常平淡，他大概率只是在從烏茲別克返國後執行防疫隔離。這樣的循環，過去14年裡至少發生了10幾次。2024年8月的北戴河期間，人民大學的一位退休教授發出公開信，說他從微信上得知習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黨政軍的全盤工作已經落在張又俠和何衛東2位軍委副主席身上，因此希望能獲得這2人的支持。這封信在海外傳得沸沸揚揚，被解讀成體制內開始鬆動的鐵證。2年之後，我們回頭看，何衛東在2025年落馬，張又俠在2026年1月被立案審查。那封公開信裡寄予厚望的2個人，一個都沒剩下。2025年5月和6月，習近平短暫神隱。一位在北京任教的美國學者在《紐約郵報》撰文，說習近平疑似已經失勢，恐怕會在8月下台。而操縱這一切的正是包含胡錦濤在內的中共元老。文章列舉的證據包括將領換血、神秘死亡、貼身保鏢數量銳減。那個8月過去了，什麼都沒有發生。而這些預測落空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人道歉，沒有人下架，沒有人失去觀眾。敘事只是安靜地把日期往後挪了一格，然後繼續運行。第2個原因是敘事需求。2022年那個被架走的畫面，在情感上制造了一個巨大的欠債。一位老人在全世界面前被羞辱，而觀眾需要一個結局。最令人滿足的結局是什麼？是他活着回來了，是他在4年之後拿回了那支軍隊，是那個羞辱他的人現在正被他架空。這是一個太漂亮的故事，它有反轉，有報應，有情感的閉環。它比軍委癱瘓、指揮鏈斷裂這種枯燥的制度分析好看100倍。第3個原因是流量的經濟學。在網絡的注意力市場上，確定性是有溢價的。習近平3個月內下台，這種標題能拿到的點擊是我們目前無法判斷的10倍以上，而沒有人會為誠實的不確定性付費。於是整個生態被扭曲了。做出精確預測並且失敗的人不會被淘汰，因為觀眾記不住失敗，觀眾只記得刺激，而承認自己不知道的人會在演算法裡被靜靜地埋掉。第4個原因是這類預言在設計上就難以證偽，他們幾乎從不給死線，就算給了，落空之後也可以順延。2025年說習近平8月下台，8月過去了，改口說在4中全會，4中全會過去了，改口說不會超過明年。而在預言的世界裡，這種順延不但不會損害可信度，反而會被重新包裝成時機未到。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這一整套機制的更外圈。每年年初，一些海外的預言家會發布關於中國的預測，說某一年是清算之年，說某個政權會像冰川那樣崩塌。這些內容和政治爆料在演算法上會互相餵養，形成一個閉環。政治爆料為預言提供了看似的印證，預言為政治爆料提供了宿命感的加持。而在這個閉環裡，最不受歡迎的東西就是核查。好，說到這裡，
可能有人會問，那我們到底該看什麼？如果爆料不能信，預言不能信，體感也不可靠，我們這些站在牆外的人還有沒有辦法判斷21大會發生什麼？有的，而且方法比想象中樸素，核心原則只有一條，看可驗證的制度信號，不看不可驗證的內部消息。第一個要盯的是2026年10月的5中全會，具體要看2個數字，一個是中央委員被撤職的人數，香港明報預估可能有30人左右，這個規模如果成真是史無前例的。而數字本身並不告訴我們習近平是強是弱，它告訴我們的是清洗的深度，也就是這個系統目前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維持運轉。另一個數字更關鍵，中央軍委的空缺補了幾個，這是整個21大最硬的觀察指標。如果5中全會之後，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軍委委員的位子被逐一填滿，董軍終於進入軍委，那麼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習近平的軍隊人事任免權還在，指揮鏈條可以重建。反過來，如果5中全會開完，軍委還是只有那2個人，空缺繼續掛着，那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信號。因為那意味着問題不在於某個將領不忠誠，而在於這個系統已經找不到足夠可信的人來填坑。第2個要盯的是張又俠案的最終定性。按照慣例，一位軍委副主席的處理結果通常會在全會上正式公布，而定性用的是什麼詞，直接反映了官方希望這件事被理解成什麼。如果只提經濟問題，那是給體面；如果繼續使用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這一類涉及統帥權的表述，那說明官方選擇把這件事定性為對指揮權的挑戰，而這種定性本身是有風險的，因為它等於向全軍承認曾經出現過不服從。第3個要盯的是2026年秋天開始的省級黨委換屆，這是21大中央委員名單的第一道水位線。過去每一屆都是從省級班子的調整當中逐漸看出誰被推上了升降梯，而在這一輪裡，最值得關注的不是哪個習家軍的人上位，而是有沒有1970年代出生的幹部被送進省委書記這個層級，因為那才是接班問題真正開始鬆動的訊號。第4個要盯的是蔡奇這個人，在目前的權力結構裡，蔡奇的位置非常特殊，他是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兼任中央办公廳主任。這個組合意味着他掌握了黨務系統的日常運轉和最高領導人的辦公通道，是名副其實的大管家。而在2026年，外界注意到他似乎在分擔越来越多的重任。這件事有2種完全相反的讀法，一種讀法是，這代表最高領導人開始把事務性工作下放，是精力或者健康出現變化的信號；另一種讀法是，這只是一個超級幕僚長在正常履職。過度解讀毫無意義，判斷的方法還是回到可驗證的東西上，看蔡奇在官方報道裡的排序有沒有異常，看他是否開始出現在原本不該由他出面的場合，看書記處在下一份全會公報裡得到的評語是升是降，這些都是可以逐條比對的。還有一個值得留意的觀察點是所謂習家軍內部的裂痕。8月3日北戴河那場活動裡，按慣例應該陪同的國務委員陳怡琴沒有出現，換成了吳政龍。陳怡琴分管科教文衛，本來就是這類場合的固定角色，而他本人也被視為習家軍序列中的人。這個異常說明不了任何確定的事情，它可能是形成衝突，可能是健康因素，可能什麼都不是，但它值得被記錄下來，因為如果類似的異常在接下來幾個月裡持續累積，那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一個模式。第5個要盯的是官方文本的用詞，這聽起來很枯燥，但它是所有指標裡最誠實的一個，因為官方文本是有審核、有留檔、有政治責任的，任何一個詞的增減都經過了無數道手續。相比之下，海外爆料沒有任何成本，說錯了不必負責，明天可以換一個版本繼續說。所以與其去追一則微博截圖的真偽，不如去比对5中全會公報和4中全會公報在同一段落上的措辭差異，前者是噪音，後者才是訊號。最後，我們回到今天最開始的那個問題，但是換一個角度，這2種截然相反的結論，他們真正共享的假設是什麼？他們都假設中共高層是一個可以被外部推理透徹的系統，連任派相信制度邏輯可以推出結果，不連任派相信
跡象拼圖可以還原真相。兩邊都認為只要方法對了，答案就是可知的。可是有沒有一种可能，答案现在還不存在？有没有一种可能，連系統內部的人也不完全知道明年秋天會發生什麼？因為那件事還沒有被決定，而決定它的過程本身就充滿了偶然、健康、意外和臨場的權衡。還有一件更值得思考的事情，軍委癱瘓的傳言和權力鞏固的判斷，這兩件事真的互相矛盾嗎？未必。一個高度集權的系統恰恰最容易同時出現這兩種狀態。當所有的決定權都收縮到一個節點上，當所有下級的第一反應都是自保而不是負責，當簽字這個動作本身變成一種政治風險，那麼這個系統會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樣貌。最高權力從未如此不受挑戰，而系統的執行能力從未如此低下。換句話說，我們追問誰掌握了軍權，可能問錯了問題。真正該問的也許是，當一支200多萬人的軍隊在4年之內看着自己的軍委從7個人打到只剩2個人，看着2位副主席先後倒下，看着上百名高級軍官悄然消失，這支軍隊內部還剩下多少人願意在關鍵時刻承擔責任，簽下自己的名字？對於在台灣的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並不抽象。2027年這個數字在中共的軍事時間表裡有非常具體的分量。2017年19大，習近平把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目標從本世紀中葉提前到2035年。2020年的19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2027年建軍100年奮鬥目標，從此2027、2035、2049這3個節點被鎖定下來。而外界普遍的推測是，2027這個節點對應的是聯合作戰能力的成型。有研究指出，直到2026年初，解放軍的聯合訓練模式都還沒有最終確定。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一個非常弔詭的畫面，一支被要求在2027年具備某種能力的軍隊，正在2026年經歷它建軍以來最劇烈的高層動盪。一支指揮鏈條斷裂，專業將領成批出局，忠誠審查壓過作戰能力的軍隊，究竟是更危險還是更不危險？這件事情沒有簡單答案，而且2種答案都令人不安。說它更不危險的邏輯是，一支內部互不信任、將領只想自保的軍隊，很難執行一場需要極高協同度的大規模聯合作戰。台灣外交部長顧立雄在張又俠落馬後接受媒體詢問時的回應相當謹慎。他說，我們不會因為任何一個人的下台就降低警覺或放鬆應有的戰備程度。而說它更危險的邏輯是，一個在內部遇到麻煩的政權，歷史上往往更傾向於用外部行動來重建正當性。當經濟數據難看，當黨內清洗制造出大量怨恨，當合法性只能靠民族主義來續命的時候，理性的成本計算未必還會起作用。這2種邏輯我們都聽過，而在2026年的今天，沒有人能告訴你哪一種會成真。在結束之前，我想再補一句可能會得罪不少人的話。我們今天拆解了胡錦濤掌握軍權這個說法，指出他站不住腳，但這絕對不等於說另外那一派就是對的。連任派同樣有他們的盲區，他們過度相信制度慣性，過度相信專業機構的長期判斷，過度相信一個看起来穩固的結構就會繼續穩固下去。可是歷史一再證明，威權政權的崩塌從來不是漸進的，它往往發生在所有人都覺得它最堅固的那一刻。蘇聯在解體前1年，幾乎沒有一家西方智庫預測到它會在1年之內消失。所以正確的態度不是選一邊，而是同時承認2件事。第一，目前所有可查證的證據都指向習近平在2027年連任是最可能的劇本。第二，最可能不等於必然，而黑箱系統的特性就是我們永遠是最後一批知道真相的人。在这2者之間保持张力，比倒向任何一邊都要困难，也都要誠實。而在那之前的这1年多裡，我們會繼續看到大量言之鑿鑿的結論，來自2個方向，彼此完全相反。我的建議只有一個，當你下一次看到某個標題告訴你某某人已經失去權力，某某人已經拿回軍權，時間就在幾個月之內，請先問3個問題：這個說法的原始來源是誰？這個來源過去的預測記錄如何？如果這件事是假的，
我們有沒有辦法知道它是假的？第三個問題最重要，一個永遠无法被證偽的說法，它提供的不是資訊，而是情緒。情緒沒有錯，在一個令人焦慮的時代，我們都需要一點確定感。可是如果我們拿情緒當成判斷的依据，那麼我們就不是在觀察歷史，我們只是在被歷史裡最不可靠的那部分牽着走。2026年的北戴河已經開場了，10月的五中全會就在前面，而那一場真正決定答案的大會還在1年之後。